大哥，我去湖边看一下，要不要我陪你啊？喝你的茶。春风绵绵，拂一叶扁舟轻轻。雨打芭蕉不及耳边的叮咛。一座城，一身情，一曲相思锁一心。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奔月明。夜雨伴随扬州行，一人撑伞两肩并，花瓣飘零，是弥漫天这里是军营重地，女子禁术，你是怎么混进来的？你是谁？从哪儿来的？速速招来，莫让我动手！你先让我把衣服穿上再问，不行吗？还想跑？你是谁？快说！我是将军夫人。你说什么？好险，吓死我了！这难道是在做梦吗？不是在做梦。你是谁？快说！我是将军夫人。沙校尉，沙校尉，说，将军好像有心事。领兵打仗当然有心事了。不，我一早就看见将军坐着发呆，
连早饭也没吃。这女子究竟是什么人？大哥，大哥，你真有心事儿啊？我能有什么心事儿？你之前答应我的事儿，是不是忘了呀？什么事儿？就我那个杜小弟，想见你。谁？杜小弟？对，就是我舅舅的那个小徒弟。告诉他没时间。大哥，人家都等你好几天了。哎，你是不知道，这个杜宾长得眉清目秀的，跟个瓷娃娃似的，脑袋瓜还特别机灵，聪明伶俐，人还特别好，对咱们的伤病悉心照顾。你就当是给你小弟一个面子，帮帮忙，见见他。啊，大哥。好，见。好嘞，谢谢大哥。哎，杜宾。哦。你不是一直想见袁大哥吗？我都跟你说好了，现在走吧。现在？对啊。可是我还没准备好呢。你要准备什么呀？我大哥又不吃人，快点，走了，快点儿。不是，你这，哎呀，这军营重地，不可勾肩搭背。你这一惊一乍的，怎么跟我大哥似的？沙校尉，敌军来袭！杜宾，先回去。全体集合，快点！报！敌军共有4支部队，现左中右3支合围，还有1支去向不明。
没事吧？没事。当心！杜宾，脱去他的衣服，清理伤口，咱们准备拔剑疗毒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脱衣服呀！哦，快！哦，用剪刀。杜宾，吗啡散。哦，剪刀给我。还想跑？你是谁？快说！原来是他。哎呀，别捂着了，起来起来。让开让开！到底怎么回事？哎，是，东西就不救他，将军仁义，放谁都会救。是吧？对呀，你以为将军害成这样？
哎，行，哎呦，少爷，您回来了。来，这边。哎，您可回来了。小的有个事儿想向您禀报一下。前些日子吧，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个野小子，就来咱们齐府门口要见老太君。我这一听他口音，完了，是从江州来的，便想着是不是跟少爷您在江州那边的事儿有关。那我哪敢让他见老太君呢？然后我就给他拦到咱们齐府门口。那谁成想，那小子在咱们齐府门口骂骂咧咧。江州，他只不过是江州的一个小泼皮罢了。你们如何处置他的？那我能放过他？打得他鼻青脸肿，哭爹喊娘的。只不过后来吧，就三少爷路过，给他放跑了。三少爷，三少爷可是听那小泼皮胡说八道了些什么？没有，不过就是问问他骂了些什么胡话。你告诉他了？那怎么能？那事关少爷您。所以三少爷只是把他训斥一番，然后当着你们的面把他给放走了。不是，是把他叫到府内，然后训斥一番，然后撵走了。多此一举。哎，谁说不是？我跟你说，这事儿要搁在我王胡子身上，对，这事儿要搁在我王胡子身上，我绝对不能让他踏进齐府半步。您说是不是啊，少爷？好了，以后要是再遇到这种事，不许旁人插手，尤其是三少爷，记住没有？记住了。少爷，我还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。我觉得三少奶奶会武功。哦，可以见得。少爷，您忘了，小的会瞧，甭管是男的女的，老的少的，会武功不会武功，他往那儿一走，我上那儿一瞧便可知晓。好了，到此为止吧。小姐，小姐你慢点儿。哎，你慢点，小姐。小姐，柯少爷，您回来了。表弟妹，近来身体可好啊？啊，冰妍安好，表兄可好？还好，我……小喜，咱们炉子上是不是还有补品来着？得赶紧回去了，不然就坏了。表兄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先生，都是因为我太冲动了，落入了圈套。我大哥在。将军是被敌军的冷箭所伤，你已经奋力杀敌，怎么能怪你呢？先生，我大哥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将军已经没事了，大家都散了。多谢舅舅。幸亏你医术高明，才能救得了我大哥。评委，先起来，让舅舅看看伤到哪儿了。这是。先生，我日后一定精进武艺，护我大哥周全。评委，你听舅舅说，
战场上瞬息万变，而且敌军十分叵测，这不能怪你呀。好了，舅舅给你上药，走，走。你是新来的？之前怎么没见过你？我是医徒杜宾。就是沙平威经常跟我提起那个杜宾。正是。怎么长得像个姑娘？哦，将军，您伤还没好，快坐呀！快请坐。你把头抬起来，我看看。我是不是见过你啊？是吗？哦，是的。在哪儿？就是那天，您忘了？您得胜回营，我跟着营里的弟兄们去广场上欢迎您。那个时候您在马上，我在马下，您好像还跟我点头示意呢。啊，将军，您该喝药了。那个，将军，我看您还是需要静心休养。我师傅他等会儿就来，我还得回去熬药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杜宾，你先别着急走，过来坐一会儿。坐吧。将军，我就不做了。听你的口音，扬州人。是扬州人。扬州有个扬威武馆，知道吗？知道。扬威武馆嫁女儿的事，你听说过吗？那我没听说过。那个，哦，我家住在城东，那个扬威武馆离我家远着呢。这样，听评委说你这次随师傅来军营行医，还想顺便找兄长。我兄长，他叫杜奎。我这支队伍当初招募的时候便在北方，大多招募的都是当地士兵，因为距离南方比较远，投军不易，所以鲜少有扬州那边的士兵。不过我会派人查查军籍，
看看有没有扬州那边的士兵。哦，谢谢将军。杜宾，哦，你是听谁说的要来荆州找你兄长？是这样的，将军。我兄长和我邻居家的几个哥哥一起北上投军，可是时隔几年都没有回来。这前几天，我邻居家的哥哥他们回来了，他们带来消息说，我哥哥他可能已经几经辗转来到荆州了。这不，所以我才会来到军营嘛。先生，将军，师傅，你来了。将军感觉如何？好多了。那就好。只是这支箭头上有剧毒，想要彻底消除体内的毒气，还需要调养一段时间。将军，你这段时间一定要好生调养才是。好。杜宾，我调好的那10味草药，赶快去帮我晒干磨好。我现在就去。好。哎，等一下。啊。你先回来。将军，这箭伤调养之事，容不得马虎。我看你这大帐之内，连个士兵都没有，不如这样，我把杜宾留下来照顾你，你看如何？好啊。只是今后就要劳烦杜宾小兄弟了。师傅，我那10味草药还没弄好呢，不如我明日再来吧。不用，你就照顾好将军就好了。将军，告辞了。要壶。这三少奶奶会武功，没看出来啊。不过这三少奶奶来了以后，这三少爷就跟冲喜冲中了似的，气色居然好了许多。冲喜嘛，有冲好的，有冲死的，只是要看二人的命格相不相合罢了。你这意思是说，这杜冰燕与三少爷命里有缘喽？也许吧。哼，那你以后就不要再与杜冰燕眉来眼去。哎呦，我的乖小巧，你这话是从何说起啊？从水榭说起，从走廊说起，从花园说起，从你第一次见杜冰燕说起。小巧啊，你呀，你可真是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啊！可就是心眼太小了。倘若这个毛病不改，那你日后如何做齐府的女主人啊？其实我也不想当什么女主人，我只要你对我是真心实意，是真正把我当作知己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你把话题扯远了。
你这日日上楼送药，你可有发现三少爷和三少奶奶之间合得来吗？有什么不合的？这两人日日在屋里打情骂俏，嘻嘻哈哈的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与三少奶奶攀谈，实则就是为了探探她。你探她做什么？我就在想呀，这杜冰雁来到齐府究竟能够带来些什么？前几日王胡子告诉我，杜冰雁救了江州那小子，他好像会些武功。我就在想呀，这杜家小姐怎会习武呢？实在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。乖小小，我现在此时此刻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要交给你来做。是什么？我要你去打探打探他们的虚实，查证查证，有什么消息马上告诉我。先是我那老实木讷的大哥齐天祥，精神一天比一天萎靡，原本健健康康的一个人，忽然之间就再也叫不醒了，就这么离奇的死掉了。我大哥死后不到1年，我二哥也遭遇了厄运。我二哥齐天放生性闲散，但并不骄宠，身子骨比我还强出了许多。若是他能改掉闲散的毛病，或许也是咱们齐家一名有用的男儿。可就在那个夏天的晚上，天气闷热，二哥齐天放开敞门窗睡在凉席上。夜深人静之后，我二哥便中了蛇毒，不治身亡。这太蹊跷了，好端端的齐府，为何有这种毒物？那个时候，由于我大哥二哥相继离世，齐府上下都流传着一个传闻，说齐三公子活不过25岁。那时的我被吓得心惊肉跳，寝食难安，我便病上加病。再后来，后来怎样了？万念俱灰，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困在金笼子里面的病鸟。我便找了一天，甩掉了所有的丫鬟和仆人，一个人逃到了城池外的荒郊野岭。救下我的人，便是我的恩师刘若谦。师傅将我带回了齐府，带到了奶奶面前，说我还有救。奶奶便将他留到了齐府，他便成了我的师傅，还传授了我一身武功。这么说起来，你还真是不容易。想起以往，恍如隔世，恩师就是我的再生父母。你这从有病到无病，我是听明白了，可是从无病到装病，其中缘由你还没告诉我呢。恩师来了府中半年，对咱们齐府的情况洞若观火。他告诉我，钱财对于穷苦人家来说，那是救命生存的根本，可对于咱们齐府，那是催命的毒药。别看这亭台楼阁、碉楼玉柱，这齐府里面的人早已变身豺狼，杀心四起。师傅还告诉我，要我韬光养晦，装出一副大病未愈、时好时坏的样子，方可让豺狼掉以轻心。那你就不能求求你师傅帮忙，将豺狼绳之以法吗？冰冻千尺，非一日之寒。此人在齐府隐藏极深，若想抓住他的把柄，
还需等待时日。我看你们这齐府，根本就没什么好待的。那你是想回扬州去了？你们齐府就是泥塑的金刚，外头看着亮，里头黑得很。我李玉湖迟早要回去的。那你是想把杜冰雁给换回来？那更不可能了。冰雁姐姐就是个文弱女子，又不像我一身武艺，什么都不怕。玉湖小姐此言一出，价值1000金。我齐天磊不求天不求地，但求玉湖小姐留下来，助我一臂之力。我为何要助你一臂之力？你忘了，我不也助你一臂之力了？要做什么？捉狼。玉湖妹妹从小练就一身武艺，乃江湖侠义人士，不知意下如何？本小姐答应你。将军，将军，该喝药了。杜宾，我好像确实在哪儿见过你。将军，我不是说过吗？那天您得胜回营，您在马上，我在马下。不对，我该给您换药了。我帮你。与异族大战所伤，战了7天7夜，血流得直了。此伤看着深入3寸有余，都是旧伤。这是被昔日战友所出卖，没防得住背后的暗箭。将军为国为民，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，实在令人敬佩。没想到你一个小小的药童，竟如此深明大义。我之前也读过几年书。哦，我该给您换药了。
有些痛，您忍忍。师父再三叮嘱过，说剑疮难愈合，尤其是您这带毒的剑疮，就更难愈合了。将军，您还是赶紧上床歇息吧。好，我帮您把衣服穿上。将军，我看您这儿也没个人收拾，我帮您收拾一下吧。好。廷尉，你刚才说将军已经去世过2任妻子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第一个夫人好像是难产而死，当时母子俩都没保下来。第二个呢？第二个夫人好像是随将军一起远征西南边关，长途跋涉，突然中疾不治而亡。也不知道给舅舅倒水。我刚才没倒。我问你，袁将军那逃走的女子，袁将军就没有派人去追过吗？将军天天打仗那么忙，哪有功夫管这事儿？大哥说了，人家小女子不愿意就算了。评委，日后你要多向袁将军学习啊。我知道了，舅舅，都说了800遍了。啊，强身健体的，好好补补你自己的身子。谢舅舅。一天到晚傻兮兮的。我才不傻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俩人，不对，这瞧着是个女的呀。杜宾，杜宾，这杜冰雁是假的，但新娘子却是真的。这不就是杜冰雁少了一个字吗？哎呀！将军，该用膳了。这么多好吃的。将军，你中了箭毒，有些发物不可乱吃。我呀，特地选了一些温补的食材。快来尝尝。差点忘了，你的伤还没好，还是我喂你吧。不用。啊？我堂堂将军，怎可如此？虽说你是将军，那也是我杜宾的病患，在战场上听将军的，在这病榻前，那可得听我杜宾的。还是我来喂你吧。
味道如何？我征战沙场多年，少有热汤热食，能喝上口热的真好。那就多来几口。小乔姐，你怎么来了？给三少爷送药啊。哦，哎，等一下啊，少奶奶，小乔姐来给三少爷送药啦。三少奶奶，这药已经熬好了，得让三少爷亲口喝下去，老太君才能安心呢。他已经歇着了，交给我吧。你去歇着吧。小乔姐，三少爷他已经睡下了，而且三少爷身体不好，我替他谢谢你了。你快回去吧，明天还得早起呢，快回吧啊！他们就是天天喝这药，才命进黄泉的。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要养这些小白鼠了。记得一日一剂。来，杜比。跟我来。下一个。谢谢。恢复的差不多了。杜宾，再给他拿一些乙种药丸。好。乙种。哎，杜宾，忙着呢。多谢。你来干什么呀？舅舅，你再给我开一个上次的药丸吧。哦，杜宾，帮他去拿一颗乙种药丸。哎，杜宾，这个药可好了，要不舅舅你给杜宾也开一点？你是不是闲着没事儿啊？要不要我让将军给你多加点训练？哎，别加了，别加了。喏，谢谢你啊。快走吧。杜宾，来坐。哦，为师帮你也好好卖。我右手。师傅，我这……果然不出我所料。一会儿我给你下个药方，你回去无人的时候再看。
一两柴胡去林州，4文兵片到边城。淑女乔装入军营，主将帐内巧应承。严酷军规莫忘记，大义丧命万不能。如须为师来相助，明日见面续详情。杜宾，师傅，为师帮你开的药不难吃吧？不难吃。师傅，我悬壶济世救过许多人，杜宾，就你这点小病，师傅保证帮你治好。禀报将军，按您吩咐，小人查了咱们部队军籍，如今服役人员当中并没有叫杜奎的人。前2年的骑兵当中倒是有扬州人士，但去年也调配去支援南方了。将军在吗？去吧。是。将军，杜宾，将军，我来帮您看看伤口。师傅，将军的伤口都已经愈合了。好，将军，我再为你把把脉。刘先生，请。将军请放心，再休息2日，便可上阵杀敌了。多谢刘先生。杜宾。哦。我已命人查了军籍，我部并无杜奎其人。兄长不在此处，可当年……不知你来军营意欲何为？我……将军，当年我这个小徒弟跟随我的时候，还是个半大的孩子，哪里知道军队的归属之地啊？他当年只记得他的兄长参了军，这才随着我走遍了许多的军队。原来如此。大哥，大哥，敌军又来叫阵了。又来叫阵，而且这次出来的都是骑兵，恐怕是要冲营啊！替我准备战袍。且慢，今日不可上阵杀敌。崩裂的伤口很难再愈合。刘先生，等不及了，评尉，马上调派100名弓箭手上阵御敌，我去观察敌情。是，将军，我和杜宾一同前往，以防不测。将军，敌军已经教营2天了，他们前面是骑兵，后面是步兵，看样子是要冲营啊！
敌人此次以骑兵为主，妄图依己之长，攻我之短。咱们的弓箭手和长枪兵都已经准备就绪了，敌人应该不敢强攻。我们要分成几步，四处游动，或趋前击敌，或佯败诱敌，诱导敌人进入我们的包围。但敌军如果强攻怎么办？那咱们就跟他们硬打。是啊，强攻怎么办呀？是。逃不下来啊！还有吗？将军，杜宾虽未上阵杀过敌，但也读过几本兵书，也有一计想要献上，不知可否？当然，请说。我与师父在军营行医之时，发现敌军长期为我军所扰，又远离后方给养不足，因而人马皆乏，常显疲惫之状。我刚刚登楼望敌之时，发现仍有此迹象。有何依据？近日我都是在敌军生火做饭之时登楼观察，我发现军营中的士兵皆是以大铁锅做饭，我以我们军营的现状为依据，推算出大约是30个士兵共用1口锅1个灶。此法便于行军打仗，30个人为一边，想来敌军也是这样想的。而且杜宾发现，近日敌军生火做饭的数量明显有减少。你怎么知道？金城干燥，若想生火做饭，需要用到一种特殊的枯枝，而这种枯枝虽然容易燃烧，但也极易产生浓烟。近日我发现敌军浓烟的数量明显减少，如果有此种情况，只有一种可能：粮草不足。将军也推算出来了。观察入微，心思缜密，做得好。那针对此番军情，你有什么计策吗？我想，既然敌军的士兵都没得吃，那他们的马匹定然也是饿着肚子的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不妨把我军刚刚煮好的黑豆发给最前排的每一位士兵，当敌军策马而来之时，将黑豆倒洒于地上。不是，杜宾，敌军马上就要攻进城了，你还要把人家喂饱，这是什么馊主意？你继续说。我想，那黑豆香气扑鼻，那些马匹本来就饿着肚子，他们闻到黑豆的香味，定然会四处散开，也不会再听敌军的指挥了。我们便可趁此时机，杀他们个措手不及。听令，在。按照杜宾说的，去准备。遵命。
师傅，嗯，我一直有件事想问您。您为何不仅知道我叫杜冰雁，还知道那个姑娘的名字呢？其实啊，为师什么都清楚。扬州杜家的杜小姐本来是要嫁给林州齐府的齐天磊，那荆州的原部区本来要迎娶的是扬州李府的李玉湖。两位小姐同天出嫁，同上花轿，同时进入了仙女庙，情急之中拿错了盖头，上错了花轿。师傅，您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那是因为师傅掐指会算，人送外号刘半仙。师傅，冰雁真是三生有幸能成为您的弟子。从今往后，我还要跟您学医、学剑、学武功，更要学这占卜之法。哦，你这是要把师傅毕生绝学全都学去啊？就算是师傅的亲女儿，师傅也未必都会传给他。哎，那师傅，不如什么？收我做干女儿吧。好一个聪慧的干女儿！干爹在上，请受女儿一拜。来，冰雁。其实师傅呢，并非什么高人。我是从林州过来的，齐家的三公子也是师傅的徒弟。天磊装病，是为了应付府上那些奸邪之人。哦，对，你的玉狐妹妹，功夫了得，她和天磊情投意合，也算是上天的安排，缘分之事真是妙不可言呐。现在林州这边歪打正着，巧配了姻缘。如果荆州这边你们二人也能情投意合，那就是上错了花轿，嫁对郎啊！师傅，还叫师傅？干爹，瞧您说的。哎，杜宾，我正找你呢，你献的可真是锦囊妙计，敌人的骑兵被我们打败了。哦，真的啊？沙校尉，你就给我们讲讲呗。讲什么？讲满地撒黑豆的事儿啊？对啊，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跟你说啊，撒黑豆呢，听起来就是个小动作，对吧？但实际上这是个连环计。敌方的战马一闻到那个黑豆的香味啊，全都低着头，到处找豆子吃。就趁这个时候，我们战鼓雷鸣，直接冲杀过去。敌人以为我们神兵天将呢，顿时就没有了那主心骨。我们就像砍刀切菜一样，直冲敌方大本营，大获全胜。哈！来，都猜猜，出这个点子的人是谁啊？谁啊？沙校尉啊，我们哪猜得出来啊？你告诉我们呗。是啊，跟你们说，出此其策的就是我那个聪明伶俐的小兄弟杜宾。哎，大哥来了。将军，我让你在这儿给我操练，你在这儿跟我瞎吹呢。兄弟们都累了，让他们休息休息。也不知道谁说的，说人家出的是馊主。大哥，哎，你这个伤恢复的怎么样啊？没有什么大碍了。那就好。今天我到这儿，就是告知大家一声，今晚在这儿举办庆功宴，所有人今晚必须到场，没有借口啊！大哥，酒肉管够吗？你怎么整天都是吃啊喝的呢？我这管，今晚畅饮，畅饮！多谢将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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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多
谢将军，多谢将军，多谢将军，多谢将军，谢谢大哥，多谢将军。继续吹吧，吹完赶紧让他们回去休息。行。干爹，我们的药材用得太快了，那药箱都快空了。您说这可怎么办啊？近日我回林州去采购一些药材，顺便正好去看看玉壶和天磊的情况。对了，干爹，你等等我啊。干爹，今天我看到了这个。干爹，这是何物啊？这是一对痴男怨女的信。我有位师兄叫做风彻，医术十分高明，当年救助了很多病人。只是可惜的是，为医者却不能自救。那这朵莲花为何只有半朵？另外半朵去哪儿了？还有，师父您刚刚说的那位风师兄，他又经历了什么？这半朵金箔莲花，是我师兄与他心爱女子的定情信物。那这朵莲花为何只有半朵？另外半朵去哪儿了？还有，师父您刚刚说的那位风师兄，他又经历了什么？这半朵金箔莲花，是我师兄与他心爱女子的定情信物。我亲手做的金莲，以后作为你我的信物。你看，喜欢吗？小姐，小姐，你快走！怎么了？快，保重！快走！快走！如此说来，这位风师兄还算是我的师伯呢。真是没想到，他在情爱一事上，竟如此痴情。二位都在，将军命我来请二位过去呢。将军说此战获胜，全靠二位鼎力相助。今晚将军在营中设宴，犒劳有军功的将士。谢将军，我们马上就到。好。还不快去换身衣裳？干爹，我不太想去。啊，干爹明白了。你是在想，你立了大功，将军一定会让你喝酒，你却不胜酒力，怕露了马脚，对不对？那好，干爹自己去。多谢干爹。兄弟们，今儿个高兴，咱们一起敬咱们大哥一杯。好！将军常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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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兄弟们，大丈夫手握利刃，沙场冲锋陷阵，方能换回身后百姓的安宁，不冤不屈。谢谢你们，手里的酒，干了他！干！干！将军有心事。敬将军。评尉，凳子来了。舅舅，你这是要砸舅舅的脚啊！坐。臭小子，先生请。好。先生，今儿你那徒弟没来，真挺遗憾的。本来还想好好奖励他一下。我这小徒啊，今日有些劳累过度，身体有些不适，我让他回去休息了。你这徒儿啊，怎么？黑豆妙计，令人拍案叫绝。这孩子还真是聪慧过人呢。不但聪慧，而且乃性情中人。为兄长，只身入荆州，为救济士兵，殚精竭虑；为将军，也是用尽全力。哦，对了，明日我书信一封给其他军部的将领，让他们查一查麾下士兵的军籍，帮杜宾找一下兄长，要让他们两兄弟早日团圆。谢将军。将军也是有情有义之人，只是想到，如果杜宾找到了兄长，就会随兄长一起离去。我这当师傅的，也的确有些不舍。怎么？杜宾准备要离开此处？杜宾是为了寻找兄长而来，如若找到了兄长，他一定会跟兄长走的。既然他决定离开此处，我也只好尊重他的选择。来，将军。将军高义。将军，我看你脸色有些难看，要不，请回到军帐之中，我帮你再瞧一瞧。走，将军请。将军这箭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，这脉象也是平稳有力。只是将军这面色沉郁，难道是有什么心事吗？
我第一次见到杜宾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特别面熟。我问他，他跟我说我们在教场见过，我在马上，他在马下。可我知道不是那一次。我想起来了，是在荆州的大街上，有一个书生，他要来投军，他不对，那个书生好像比他要高一点，岁数也要大几岁。将军，杜宾是和我一起来的边城，我敢肯定地说，在这之前，你从未见过他。可我一见他，我就觉得面熟啊。我有个谜语，如果你能猜得出谜底的话，缠绕在你心头的迷雾就散开了。先生，请说。雄兔脚扑树，雌兔眼迷离，双兔傍地走，安能辨我是雄雌啊？杜宾是个女的？嗯。原来是她。哈哈哈哈将军，这条丝巾就是他的。只是此事内有波折，此女子还并不是本来要嫁给你的扬州武馆的李玉红。将军，该换药了。将军，该换药了。啊，抱歉。将军写什么呢？这么入神。你看看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杜宾，你帮我看看，这字儿写的如何？哦，将军的字透着一股威风，正可谓字如其人。只是不知将军为何要写这两句？莫非是将军心中已经有了主意之人？是啊，日前有幸识得一女子，此女貌若天仙，冰雪聪慧，让我甚是喜欢。只是我心中有一些忐忑，不知这姑娘对我是否有同样的心思。将军，你何须忐忑？这自古美人都爱英雄，
将军你战功赫赫，文武双全。再说了，长得也是一表人才，任他再好的姑娘见了您，那不都得倾心相附才是？是吗？我竟如此好吗？嗯。那如此说来，若杜宾你是女子，可愿嫁我？我，将军，我们该换药了。啊，不着急，我还有事想要问你。杜宾，你向来心思细腻，正好你帮我想一想，我该如何向那女子表明心意？这种事我也不太清楚，但是我想，只要是真心实意，那女子便一定会欢喜的。你有所不知啊，这世间女子都是喜爱礼物的。那正好，我把那女子的画像拿来给你瞧一瞧，帮我看一看，该送何物作礼。哦。打开看看。日前，我与那女子匆匆一面，可她的身影印在我心里挥散不去。可那日太匆忙，我并未看清楚此女的容貌。多少次在梦中，我盼着她能转过身来，让我看清楚她的容貌。我早已准备好一件礼物，你帮我看一看。我如果送给她，表明心意的话，她是否会喜欢？这是将军夫人的丝巾。你是谁？快说！我是将军夫人。理当还给将军夫人。此物，你可还喜欢？将军，我很喜欢。冰燕，你叫我子然可好？你知道我真实的名字？你师父野人江
上做花轿只是高事，可无论是否上做花轿，我袁不屈心系唯有一人，便是你杜冰烟。子然。夜雨伴随扬州行，一人撑伞两肩并，波般飘零，是你满天深情。夜雨无声人有情，不负真心不负雨，不负人间亦不负。哎呀，舅舅，你这突然走了，真有点舍不得呀。你一定得早去早回啊！我回到林州，把药材置办好，就立刻回来。行医云游四方，照顾百姓固然重要，但别让舅妈一个人待在家里，独守空房啊！你小子就爱胡说八道。评委，你先回去，我还有些话要跟杜宾嘱咐。回去吧。多保重。来，我回去之后，你一定要照顾好将军，谨防他的箭伤复发。还有，要切记，你自己做事要处处小心，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是女儿身，君贵难为啊！干爹，你放心吧，我自己会小心的。对了，干爹，我这有一物，麻烦你到了林州之后，帮我转交给玉壶妹妹。一定。干爹，一路平安，照顾好自己。走。干爹，一路小心啊！也不知道这三少奶奶打的什么主意，日日都往老太君院里跑，这哄得老太君高兴的不得了，逢人就夸三少奶奶孝顺，那好东西更是流水似的往姬昌新院搬。现下这三少奶奶的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。小巧啊，这尾巴翘不翘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如何抓住这只尾巴，才是要紧的。我敢发誓，那一次他跟三少爷练武，若是我看花了眼，我不得好死。好了好了，小巧，你到底有没有看到他们在墙边练武，那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让老太君亲眼所见，那才作数。你日后要多留点神，倘若他们再露出任何蛛丝马迹，你务必要抓住。可他们现在根本就不让我把药送到楼上去，我如何再抓住他们马脚啊？况且，近来三少爷面色红润，可能我送去的药，三少爷根本没喝。巧巧，以后也许可能大概这种话，就不要再说了。反正三少奶奶来了以后，这三少爷就来了精神。这杜冰燕乃是扬州的大家闺秀，按理说她的表词达意应该是灵秀文雅，可是当日账目审核大会上，她竟然口出礼词俗语，实在是令人费解。莫非这其中有假？这假不假，得试试才知道啊。有了！老太君当年下聘礼的时候，
专门定做了一只贵重的水晶燕，作为三少爷的信物送到杜家。可三少奶奶来了以后，我却从未见她戴过。你见她戴过吗？没见过。那我们就让她拿出这水晶燕，若拿不出来，她就是假的。小巧啊，你当真是不糊涂啊？你这主意是极好的。再过几日，便是15，到时候外祖母会在齐府举办宴会，众人皆在。届时，你就提议要看这只水晶燕。哼，当着全家人的面儿，想必这杜冰燕也休想搪塞过去。虽说上次冰燕怀孕一事是个误会，但是你们呀也不能放弃。那我先预祝咱们冰燕能早日有好消息，燕娘能早日抱上重孙子。好，好，好，咱们一起喝上一小杯。来来来，大家吃。来，冰燕。多谢母亲。冰燕啊，你穿这身红花雪青的衣服，真漂亮。冰燕，这可是老太君特意为你定做的，还不赶紧谢过老太君？多谢奶奶。哎，俗话说呀，这佛要金装，人要衣装。你们看看，她穿上这件衣服，真是光彩照人呐。哎呦，那还不是您老人家眼光好啊！哎呀，燕生啊，都吃饭了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快坐下，快坐下。吃吧，吃吧。三少奶奶这身衣服，真是让人看得绚烂夺目啊！这要是再添上一样东西，可就真是锦上添花了。小巧，你说她应该添上件什么东西呢？这件东西啊，是现成的，就是那年下聘里您找人专门定做的那只珍贵的水晶燕。哎呀，你这么一提，我倒是想起来了。对了，冰燕，当初我可是用你的名字花了大价钱请人打造的那只名贵的水晶燕，你怎么没带上呀？你快去带上，让我们大家呀也开开眼界。可不是嘛，娘也好久没见着了。奶奶所言极是，我这就与冰燕回房去拿水晶燕。好，好，母亲，我们去就回。去吧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回扬州去。你说你溜走有什么用呢？哎，我们一起好好想办法不行吗？我根本就没有水晶燕，想什么办法？哎，我可以去跟奶奶说，水晶燕我没有拿过来，放在扬州的家里了。若是刚才方巧巧发难的时候你就这么说，或许还能搪塞过去。现在说，晚了。那你就再装病一次，糊弄过去。这也不行。
哎呀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这方小巧总有我作对。他背后可是有个柯世昭啊！柯世昭也是个大坏蛋，真是的。大不了我就说我是李玉湖，不是什么杜冰雁，看他能把我怎么样。你先别着急，我们一起好好想想。进。师傅，师傅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这次回来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。我在荆州遇到一个人，是真正的杜冰雁。他让我把这份礼物要亲手交给玉湖小姐。交给我。水晶燕。师傅，您可真是及时雨。那日要不是您突然降临，那我就……他就要收拾东西回扬州，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了。师傅，请受我一拜。哎，不必多礼。师傅，我还有一事想要问您。您是从前线边城来，冰雁姐姐的近况是否安好？冰雁她托我把这水晶雁送给你，却把原部区聘你的碧玉剑留了下来。她错嫁到荆州之后的近况嘛，便不言自明。如此甚好。歪打正着，各有其主，这就叫鱼配鱼，虾配虾。怎么不接着说了？这下一句是乌龟配王八。哎，你这小子！哎，师傅，好了，不闹，我跟你们二位说些正经事。好在是京城连战皆捷，再打好这最后一仗，便可以得胜回朝。只是现在前线药材奇缺，我这次赶回来就是来采购药材的。过几日我就要赶回京城去，前线的条件十分艰苦，不但这药材紧缺，而且居住的环境也十分恶劣。冰雁，一个扬州闺秀，女扮男装挨到今日，不但可以救死扶伤，而且还可以献计立功，实在是令人钦佩。真想见见他。师傅，您只需好好休息即可，这药材之事交给我办就好了。购药之事尤为重要，一定要小心行事啊。既是军情大事，定要小心谨慎。师傅，不如您把这清单给我，我这儿倒是有一家妥帖的药铺，老板人也好，药材也齐全，咱们可以去他家采买。好，我这就把清单给你。燕生，您手里拿的是买药清单，剩下需要办理之事，我都写在信中。你马上前往舒大娘的药铺，要寄敬堂，按照信中所说，火速办理。收好。哦，对了，你日后一定要多多留意，有没有人在后面跟着你。如果有人跟着，你就在街上瞎溜几圈，把他甩掉。哎，还有这个，这是师傅带回来的西域葡萄，你的嫂嫂偏要给你这个好妹妹留着尝尝鲜呢。
燕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快来帮我。给我的。敬堂兄会见，吾师归来，其身为戍边郎中，需为战事伤员筹买药材，此事事关重大。好，我马上去办。也是给我的。真香。开始吧。敬堂，哎，娘，你们俩这忙活什么呢？齐三公子让燕生送过来一封信，说是让咱们替他速备一批药材。要这么多啊？您看，这批药材是要送到边城给杀敌将士们用的。敬堂，哎，这药材是谁写的？不知道，听燕生说，好像是一位郎中写的。那你快问他，这个郎中叫什么名字啊？燕生，这封信是谁写的？哎呀，我又看不懂，你就告诉我，这个药方是谁写的？啊？娘，你怎么了？娘，你说话呀，娘！敬堂，你知道刘若谦是谁？我的夫君，你的干爹呀！真的？但是，会不会是同名的呢？没错，就是他。燕生，你快带我找他去。秀珍，快走！哎，客官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这儿吗？舒大娘。哦，我师父他上街办事去了。舒大娘是找我师父有什么事吗？我。舒大娘，您是师父的？我是你师父的发妻。啊？三少爷，我问你，你师父的大名是不是叫刘若谦？是。河南洛阳人。是。今年41属猴的，对不对？是。哎呀，那没错，就是他。
我们俩打小就认识。我父亲是开药店的，收了个孤儿徒弟，就是你师傅。我们俩从小一直玩到大。哎，我知道这个叫青梅配竹马。我也不怕你们三位笑话，这也算是天生有缘。我8岁就看上他，18岁就同他圆房，都到了这个年纪了，我还得踏破铁鞋东跑西颠，满世界去找他。哎，你们说，他算不算是个冤家？是，这师傅也不往家里去封信。他原来出去也是有出有归有信，这不他一出去2年，我等得心焦。你说年轻那会儿性格温和，这上了点岁数了，脾气就暴躁了些，我就狠狠斥责他为何不回家，这怎么家里就不如外边了？这不把人给吓跑了。这有的时候啊，越亲的人说出的话才更伤人。您到底说了什么话把师傅吓跑了？就一句话。什么话？你有种，就别踏进我舒家大门！这舒大娘言重嘛，也难怪师傅他不回去。可不是嘛，你说我当时说的时候也是无心的，这不是吵架了，这个床头吵了，床尾就和了嘛。谁想到一句话就把人给伤了。那大娘，您都知道是您错了，那道歉去不就行了吗？是啊，我知道错在我，这不才满世界寻他吗？这不寻了许久，没想到他成你师傅了。哦，那师娘，请受徒儿一拜。快免礼，使不得使不得。哦，对了，师娘，这次师傅从京城回来置办药材，是为了办救治边城伤员们的大事，所以一切费用由我来承担，还请师娘先回药铺去，和庆堂兄弟一起备好药材。我保证，师傅回来之后，定能与师娘团圆。好。燕生，你先回京邮局等师傅回来，回来之后立马带来见我。那我们就先走了。那徒儿就不远送了。哎，这舒大娘还真是个泼辣直爽的性格呀。李小姐，你日后不会成个李大娘吧？那倒是不会，我呀，只会变成一只大老虎，然后把你吃掉。哦，那我这齐三少爷还真是可怜啊，要被个虎儿叼走了。那你就来吧。哦，燕生，找我有事。啊，好，走，好，走。什么事这么着急啊？哎，师傅，玉湖姑娘，天磊，什么事？师傅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这药店老板啊，亲自上门备药，说缺了2种药，想用另外的2种代替。我们想等着您回来，让您来做裁断。哦，这是哪2味药材？缺了呀，缺了那个熟地啊、当归啊之类的。当归？这当归是最常见的药材，怎么会少？他说是有当归的。哦。啊，对，当归。哦。师傅，你有所不知，这药店老板呢是我们家的至亲，
为人爽直，急公好义。他一听说是给边城将士们的急需之药，便把生意都停了，与儿子一起将要备好，分文不收呢。这生意人能有此等心怀，实属不易。我这就去一趟。好，叶生，快带师傅去。静堂啊，哎娘，他们怎么还不来啊？哎娘，你就放心吧，准备了这么多药呢，干爹肯定会来的啊。哎，静堂，我刚才跟你说的话，你可全部都记住了啊！哎呀，娘，您就放心吧，今天我一定让您和干爹团圆。哎，好好好，来了，干娘这次可全靠你了。知道了。哎，燕生，悬壶济世。您就是来自边城的刘先生啊。在下刘若谦，我叫季敬堂，是这家店的伙计。哦。你家店主呢？店主方才一直在这等候您，但实在不巧，他因为一点急事被请了出去。您稍等片刻，他马上回来。好。你先忙。我先忙。刚刚是什么声音？你们家不会有老鼠吧？呸！你才是老鼠。对了，先生，听说您是河南洛阳人。是。我们家老板也是洛阳人，据他说，他是您儿时的玩伴。哦。你家老板尊姓大名？他姓佘，叫佘宇。姓佘啊，还真是记不起来了呢。想不起来，就给我好好想想。快去忙吧。哎。你练字几年了？4年了。触笔灵秀，后生可畏。你家老板怎么还没回来？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？确实。不瞒您说呀，昨天还起冲突了。什么冲突？昨夜老板跟老板娘吵架，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但是你一句我一句，两个人互相都上了火头。我们老板娘呢也是个倔脾气，老板呢又说了一些火上添油的话，这下糟了。于是呢，老板娘就摔门而出，老板呢也就急了，但是他怕耽误您的大事，所以说咬着牙帮你准备了这批货，于是才匆匆的去找老板娘的。真的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不回来就不回来呗，何必去找呢？你还小，你懂什么？虽然说夫妻之间没有隔夜的仇，但是又说了过头的话。他不去找，另外一个又怎么下台阶呢？没良心的！我给你台阶，你下吗？哦，对了，老板临走之前给了我一件东西，说只要将它交给你，就知道有当归了。
当归。你家老板到底是谁？蛇语，蛇语，叔也。若谦，我找的好苦啊！你这段时间去哪儿了？去哪儿了？去哪儿了呀你？孩儿敬堂，拜见干爹。啊，免礼免礼。干爹，你看这葡萄是你从边城带回来的，几经周转，还是送到了娘手里。若谦，我决定了，以后啊，你上哪儿我上哪儿，咱俩再也不分开了。秀媛，你放心，后天我把药材送到边城，很快就回来了。后天？你一天都不能多待？主要是前线呢，还有很多伤员等着我去救治。你不放心这个，不放心那个，你怎么那么放心我呀？你去悬壶济世，我不反对，但你也不能把我丢在一旁不管不顾呀。你呀，刚好了那么一小会儿，就开始唠唠叨叨，没完没了啊！我唠叨，还不是因为挂念你吗？我知道你是在乎我。快点，快走！帮我看一下，住啊！怎么样了？哎，杜宾，止血药还有没有了？止血药都用完了啊！这可怎么办？不马上止血的话，这位将士的命可就难保了。我想到了，我师父之前指着山上的黄杨草跟我说，此草虽有一定毒性，但是关键时刻可以救人性命。此时此刻的黄草就是救命的良药啊！我马上士兵去采。不用了，我认得，我去吧。好，哎，你小心点儿，快压住！
我找到了。啊，找到了！好，好，终于找到了。这附近一定还有，我们分头去找。好，好。怎么了，杜医生？杜医生，杜医生！兄弟，忍住，有了这个就有救了，就有救了！多亏了杜医师，连夜上山采的呀。先生，听说杜斌受伤了，怎么搞的？哎呀，为了抢救伤员，他连夜上山采药，给摔伤了，严不严重？哦，幸亏是外伤，皮肉受点苦。不过这孩子是真倔呀，硬是不让人碰，他自己回去包扎了。来了。杜斌。杜斌，怎么样了？平威，还疼吗？我都好多了。你也真是的，半夜私自上山，为什么不跟我说，让我陪你一起啊？来不及了，救人要紧啊。行吧，哎，跟你说个好消息，入虎学探敌情的那个小兄弟得救了。真的？当然了，这也多亏了你，及时上山采药，又立了一大功啊。这仗是大家打的，人也是大家救的，什么功不功的？反正你就是功不可没，我要找大哥帮你请功。干嘛？大哥来了，还有人跟我请功呢。对，大队人马还在外面呢，快去。是，杜斌，那我先走了。啊。来，先坐下。哪受伤了？给我看看。没事。给我看看。还疼吗？你上山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？昨晚情况紧急，救人要紧吗？少你说过了，但真没想到，你居然还是扬州的富家小姐。其实，离开扬州，换个环境也挺好的。自从我来了军营，我才知道，这个世界有这么大，我能做的事情有这么多。现在，我都没有刚来的时候那么想家了。你一个女儿家，漂泊在外，思乡心切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冰燕，我想先送你回将军府。不，那我会被闷死的。那我先派人把你送回扬州。也不要，这边城胜利在望，我要和你一同凯旋南下。但你一个女儿家在军营里，女扮男装太不方便了。这倒是，我在军营中确实是有诸多不便。这样，明年我把军营里的告示牌给折了。万万不可！你皇命在身，重任在肩，就不必为我多操心了。我呢，会趁着养伤之机，好好的想个主意的。
吧。但你以后必须在我的视线范围内。兄弟们，我们入驻边城，与敌交战，屡战屡胜。一靠兄弟们勇猛善战，二靠本军纪律严明。军纪第6条规定，女子不得擅入军营。可是最近，竟有大胆女子混入军营。女子，大哥，咱这没什么女子。这个女子不是别人，正是本将从扬州娶到荆州的新夫人。带上来。杜宾，大哥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别怕。杜宾，按照军规，女子私入军营，斩！且慢！如此处置，我觉得不妥。为何不妥？她既然是将军夫人，那便不是混入军营的闲杂女子。况且，自从她入军营以来，献巧计，救伤员。大哥，就连你身上的剑伤都是人家日夜操劳、精心呵护之后才照顾好的。你这样二话不说就把人家给……反正我觉得不公平。对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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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国有国法，军有军规，不依规矩，难成方圆。她虽然是我尚未谋面的夫人，可她犯了我制定的军规，我袁不屈，赏罚分明。将军，您就饶了杜军医吧。对啊，将军，您就饶了杜军医吧。本将军的夫人犯了军规，本将军难辞其咎，纵容亲眷之罪，也该罚。来人，袁不屈，军棍100。将军不可。你是我的夫人，我们本就是一体，我怎么能让你独自承受呢？打！将军，动手！得罪了将军。春风绵绵拂一叶扁舟轻轻，雨打芭蕉不及耳边的叮咛。一座城，一声情，一曲相思锁一心。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奔月明，夜雨伴随扬州行，一人撑伞两肩并，花瓣飘零，是你满天深情。夜雨无声人有情，不负真心不负语，不负人间一步后情。
将军，老朽乃义军之军师，最是遵守军纪。且听老朽一言：当年三国曹丞相有马踏青苗必须斩首之禁令，可偏偏又是丞相的马匹践踏了青苗。为了严守军纪，丞相要自刎谢罪。如果不执法，丞相又不允。后来，众军师请命，要丞相割发代首，以示谢罪。对，割发代首。不知者无罪。将军的牵连之责已然执行，此事就罢了。让军无罪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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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，好，今日我就效仿三国曹孟德。